但是实际权力呢，他在军队，他确确实他是管不住军队的。他在军队，他是事实上军权他是大大的削弱了。如果不是说他完全失去的话，他大大削弱。而实际就是名义权力是在习近平手上，实际权力是在张又侠手里边。在军队这一块来讲，习近平他应该讲是没有很大。坦率的讲，我在这不是听常识啊，我想给大家透一个我知道的情况。为什么？你看说那个习近平说张又侠说那个苗华他们是反对党指挥枪，那个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在那个军报上不是有这么2条吗？他们加的那个罪责。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当这些情况，因为我自己原来就是军队的，然后我们一帮人都是军队的孩子，可以这么讲，我从不同的途径当中知道了同一件事情。事实上是何卫东和苗华他们密谋的在天津廊坊地区组建一支部队，那支部队不属于任何军兵种，也不属于任何战区，这就私家军。它的那个规格是就师级单位副军级配置，我们通行话讲叫高配。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禾夏叔。刚刚您在视频中看到讲话的这位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蔡霞教授。蔡霞1952年出生，她曾经担任中央党校的教授，在党校期间，她主要的研究和授课是党建和党性。2012年，蔡霞退休。2019年，蔡霞移居美国。2020年，因公开批评习近平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随后，蔡霞在海外媒体多次接受采访，披露她的银行账户已被中共冻结，她的退休待遇也已经被中共取消。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专业和背景，蔡霞出走海外以后，被很多海外的自由派人士视为拆解中共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曾经一度是蔡霞女士的忠实观众。我们渴望蔡霞女士用她的人生经历和党团经历，能够帮我们普通人看清楚这台红色神秘机器底层的运作逻辑。然而许多年过去了，蔡霞在海外媒体频频亮相，能够拿出来的有效论述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却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大胆政治预言，频频走上人们心中的风口浪尖。而这些政治预言又因为结果的不准确，而被海外的很多观众啪啪打脸，喜提了一个称号，叫做蔡摇棍。其中最为经典也是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今年秋天的这场习下张上。这场舆论风暴的始作俑者正是视频中的蔡霞女士。今年秋天，蔡霞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军中。蔡霞要用她独家的内幕消息，帮我们普通的观众揭开一场中国军中的大军斗，精彩重重，谍影重重。也正因为蔡霞的爆料，习下张上瞬间传遍了海外所有的各大媒体。尽管很多人其实一眼便看出来了，这是一场非常拙劣的政治谣言，但是谣言是有庞大的政治市场的，所以在观众朋友们非常享受谣言给自己带来的娱乐时，清醒者能够换来的唯一结果就是被唾弃、被谩骂。直到4中全会结束之后，习近平依旧大权独揽，出访海外，会见川普。这场名为习下张上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散落在风中，等待下一个谣言的再次凝聚。翻墙多年的海外视频老观众，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在多年以前有一个相似的政治谣言，叫做习下礼上，也就是习近平下，李克强上。虽然这个政治谣言的品质也非常的低劣，但确实是那一年的一个热门网络政治谣言。很多博主靠着这则谣言也赚了好几个月的流量。最终，随着习近平的大权独揽，李克强的英年早逝，这场谣言也已经不攻自破多年。那么许多稍有理智的中间派观众可能会心生一个疑问，就是如此拙劣的听床谣言，为什么能够在海外的中文世界一直保持高频率、高热度？尽管每一位听床大师，他们最终的结果都是啪啪打脸，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长存？他们为什么永远有观众？他们为什么永远可以靠造谣和谎言来收割流量呢？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纷乱的主题，三言两语很难讲清楚。蔡霞从一个非常专业的党内教授变成如今网上一位著名的听床师，这不是一个人的堕落，而是一台机器的运转轨迹。今天叔就坐在这儿，把过去30年海外反共生态的前世今生帮大家做一个系统化的梳理、分析与总结。第一代我称之为老民运群体，老民运群体他们驰骋历史舞台的主要时间是1989到2000年期间。
坦白说，我个人的内心对这个群体始终是保持着尊重的。我非常清楚他们早已经时不我与，我也非常清楚他们在海外这几十年下来可以说一事无成，但是我内心对他们曾经燃烧过的青春依然保有着最后一份崇敬。老民运这一代人和后来所有海外的反共群体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这一代年轻人其实在他们迈出国门的那一刻，心中是没有任何商业概念的。不管他们当时的政治诉求和政治主张是成熟还是幼稚，但是我从来不否认他们是一批理想主义者。当年这一批人从天安门走向世界各地，他们是带着使命的重量，也带着未完的梦想。他们曾经以为浪迹天涯只是暂时的漂泊，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带着中国体制能够深化改革的那份憧憬，希望有一天在凯旋归来时，脚下的沃土仍是自己的家乡。而事与愿违的是，30年过去了，时间并没有等待他们，世界变了，中国变了，他们自己也变了。从天安门广场上炙热的余晖，变成了一小撮知识分子在咖啡馆里的传说。1989年以后，大量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纷纷逃离中国，成了中国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流亡者。在流亡以后的若干年，他们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曾试图以学术、人权组织、电台、基金会等等形式来扩大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力。他们的前半生不是完全没有成绩，在90年代，美国政府和 NGO 也曾经给予过他们大量的人道主义支持和资金上的扶持。但很遗憾，2000年以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他们的政治诉求和人生故事非但没有因为互联网的便捷而广泛传播，反而因为千禧年之后年轻一代人的成长，大家的思维逻辑和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和他们截然不同，他们的传奇人生故事也就渐渐的乏人问津。也就是说，中国不是很多人不知道6·4，是中国有很多人并不想知道6·4。在海外的中文世界，大家始终有一个执念，就是如果有一天6·4的惨剧和学生运动的这种激昂被中国年轻一代听闻和了解之后，中国政府将面对巨大的挑战。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年轻一代人，尤其是90后和00后，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非常务实的。他们更在乎生活的品质，他们更在乎物质的享受，他们更在乎自己独特的生活不被人打扰。他们对于国仇家恨，他们对于前尘往事是非常麻木无感的。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社会，主要的对抗工具仅仅是私下里的几句唠叨，而他们顽强的逃避方式仅仅是回到老家去躺平。你让他们去系统化的研究历史成因和民主价值，显然这并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东西。你可以说他们长期被中共奴化教育和洗脑，你也可以说他们早就已经进化为一群自私自利、自扫门前雪的狭隘生物。我们经常上网的人常爱用一个词，叫做拒绝情感绑架。那么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它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的凝结体现。无论在你的心中它有多么的重要，或者是可歌可泣，这都不是去绑架晚生后辈的必然理由，而且你也做不到。那么当年轻人越来越不关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渐渐丧失了他的市场影响力。那么这个市场影响力会导致于说这一代人或者这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变成怎样呢？就是被国际舞台边缘化。比如战无不胜的川普大总统，他上台以后就基本上把所有反共组织的民主基金全部削掉。站在美国的角度，川普这样做是没有错的。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中国也不是曾经的中国。美国现在开始拒绝再输出那套所谓的民主价值外交，而转向更务实的经济互惠外交。如果说过去美国传统的左派媒体和政治人物还愿意把8964这一代老民运视作一种反对东方的力量，去救济他们几碗灾民般的稀粥吃一吃，但是川普把这一切早已看破。川普心里非常清楚，今天的中美两国博弈在乎的是地缘政治，在乎的是经济效益，在乎的是利益置换，在乎的是权力平衡。而过去的那个老一套，我们都是民主人，对方都是独裁人，
在今天川普的眼中，这一文不值，甚至这已经成了他和习近平彼此交谈之间的一抹负资产。萨特说过，人首先是要被抛入这个世界，然后你才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定义自己。对于所有的老民运而言，他们不是自愿离开家乡，他们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被迫抛入海外。而在海外这漫漫长长的几十年，直到做股的那一天为止，他们该如何的定义自己呢？他们只能把89年6月4号的那一天晚上定义为一个新的人生起点。在这个起点上，他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叫做历史的受害者。然后他们再把这个受害者的身份给神格化，因为只有神化自己的青春，方能证明这一生的流亡不是失败，而是一种历史的见证。而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并非完全来自于空中楼阁，他们是有一定的实践基础的。毕竟在流亡的过程中，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构建过。有人出书，有人写论文，有人创办了自己的媒体，有人开了一辈子的学术研讨会，甚至有人成立了所谓的海外民主同盟。在他们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真的幻想自己能够把这套民主思想的构建传递给中国，作为一种治国的蓝图。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任何的理想，它必须建立在土壤的基础之上。当中国进入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轨道时，他们陈旧而干涩的民主概念渐渐脱离了中国真实的现状。他们奋笔疾书也好，他们饮恨高歌也罢，他们所痛斥的都是那个冰冻在记忆里的昨天的中国。从心理学上来讲，这是一种长期未被校正的自我叙事。这种自我叙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时常产生，尤其是在梦里。我们经常坠入梦中的时候，自己已经是今天的自己，具备了今天的身份、状况和思想。但是梦里的环境可能还是曾经的那片校园，那些熟悉而许久不见的老朋友。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是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始终没有给曾经的那个自我叙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贾缪写过这样一句话：当真理无法实现，人就只剩下了坚持的姿态。是的，这一代人剩下的只有姿态，而这个姿态在这个社会该如何的被大家看见？目前可观测到的只有一种方式：上网造谣，把自己原本真实的经历重新包装成真真假假的样子，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都市传说，然后重新投向市场。虽然他们自己内心也非常的清楚，这并不会迎来更多人的尊重，这也并不会获得更广阔的认可，但是至少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段完成一个最基本的诉求：被看见。我偶尔扫过你们的节目，从你们的言谈之间，我不难解读出你们还在用着曾经冷战的那个思维去解读中国，而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早已经脱离了这个语境，而你们大多数人又都是曾经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身份让你们保有一定的底线，就是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嘴巴去讲述一些中南海不为人知的秘辛，但是你们同时还需要保持正义化身的这种历史角色。正是这一份既要又要，使得你们即便在海外中文世界的这个语境里面也没能获得流量，因为在你们之后有另外一批人来到了海外，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也不追求知识正义的表达，他们需要的是影响力，他们需要的是流量，他们并没有既要又要，他们的目的非常的明确，他们叫做轮媒体。当理想已经建立在废墟之上，信仰便开始滋生。9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精神真空、社会转型并存的时代，它非常的玄妙而辉煌，经济在腾飞，道德却在脱轨，许多人的灵魂无处安放，希望能够找一个精神之家。而就在那个特殊时代的裂缝之中，法轮功孕育而生，半宗教半修炼的信仰形态吸引了许多相信气功能治百病的大众群体。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几套动作和一些非常浅显易懂的所谓修心口诀，却在中共的打压与驱逐之中赋予了极强的政治色彩。明明只是一个小型的民间宗教，活生生的被定义成了一个反动的政治团伙。这一代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分子们在海外也真的就把这个宗教变成了一个
政治组织。在20几年的发展过程之中，他们不但有了自己的教义，有了自己的组织，还有了自己的媒体。如果你是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人，5年前、10年前就开始翻墙收看 YouTube， 你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基本上所有的政论节目和所有的时事评论人，他们都具有一个相同的背景，就是他们都依存于法轮功这个体系。他们经常受访和讨论的一些平台，无非就是新唐人、大纪元、希望之声等等等等。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最能够灵活变通、适应新媒体的一代人。在2010年以后，他们迅速把过去的传统媒体、电视媒体以及纸媒转向了重镇，就是自媒体。法轮功门下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弟子纷纷涌到这个池子里面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在 YouTube 上，在 Facebook 上，在 X 上，在等等等等的热门平台上，都有了自己一个庞大的轮媒体网络世界。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法轮功无疑是中共历史以来所有反共群体最为成功的一个组织。法轮功在西方世界找到了所有人都不曾找到过的3样法宝：政治庇护，他们所有人都可以打着迫害宗教的名义，使得自己在异国他乡拥有一个合法的身份。第二点，技术平台，他们充分利用互联网，也利用视频时代的优势，然后扎根进去，深耕自己的赛道。第3个优势就是资金优势。我们都知道，所有在海外搞反共的人、搞意识形态的人、成立民间组织的人，最终都会被一个问题所绊住自己的脚步，就是钱。而法轮功媒体过去在海外这20年的发展，不但人丁兴旺、数量庞大，募款能力那也是世界上1等1的强壮。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3样法宝，才使得一个原本不是很特殊的民间宗教组织，渐渐地变成了在西方世界举足轻重的媒体帝国。虽然轮媒体这3个字，无论是在反贼还是在小粉红的心中，基本上已经成了造谣的工厂。但是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就是轮媒体最终创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造谣，而是为了寻找真相。但正如这个世界必然而残酷的历史规律，真相能够赚钱吗？真相从来不能够盈利。尤其是在今天，寻找真相有一个非常高难度的门槛，就是中共制造真相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基本上是光速的。那么为了追赶中共的光速，法轮功媒体必须学会市场化、垂直化、细分化，把所有的言论彻底的变成一个快餐商品。所以这也就呈现出了过去10年海外自媒体的一个全新格局：信仰退居幕后，内容机器登上舞台。他的信仰是什么呀？很多人都说他的信仰是真善忍。那真善忍是什么呀？把真善忍投射在物质世界里面，它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套精神疗愈的运动，对不对？这种类型的宗教，法轮功是史上第一个吗？不是的，中国古代的白莲教啊、太平天国呀、义和团呐，早期都是以这样的心理诉求而诞生的。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古代，这些宗教组织最初诞生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救赎苦难。然而在历史上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权冲突，那么这些宗教组织就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这个政治的意义就是我们是宗教的被迫害者，那么被迫害者就使得它的发生天然具备了一层正义性。所以在这个心理逻辑下，信仰就开始渐渐发生了转变，从自我修心变成了揭露敌人。这就是哲学上受害者道德机制的典范。因为自己受了苦，所以就相信自己有统治真理的资格。尼采也说过，这叫做怨恨者心理。怨恨者心理给它翻译过来说人话，就是从屈辱转向道德优越感的过程。网上人人都会说的那句我弱我有理，其实就是尼采所要揭示的哲学逻辑。我给大家说这些比较干涩冗长的东西，仅仅是辅导大家如何去理解法轮功是怎样从一个宗教组织变成了一个媒体组织的。那么当法轮功的媒体运作越发成熟之后，每一个宗教的信仰者就变成了每一个媒体的从业者。那么媒体从业者需要完成什么呢？需要完成的东西叫做 KPI。
那么他们拿什么去完成包括了浏览量、点阅量、订阅量、付费量等等一系列的 KPI 呢？他们的生产资料叫做真相。真相不再是一个道德或者道理层面的东西，真相作为了一种最热销的商业产品。那么怎样的真相才能最符合平台的推荐机制和算法呢？大家心知肚明，也都看过不老少。包括我曾经早年翻墙最喜欢的人，什么江峰老师啊、文昭老师啊等等一系列超级大 V 们，他们就是法轮功媒体矩阵的中坚力量。我从来不否认他们的才华，包括此刻，但是我们也必须接受一个现实，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互联网的竞争越来越血腥，他们已经彻底的沦为了标题党。虽然他们早期的节目里面也夹杂了大量的私货，但是你是能够从他的表达中取其精华，退其糟粕的。而今天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这样的质检标准，就是一张大大的封面，一行耸动的大字，习近平每个月可能要死3回并5回，基本上每个礼拜他都要大权旁落一次。然后当有一些信以为真的网友去质问他们，你为什么造谣？你为什么说谎？你为什么每次说的事情最终事实答案都不是那个样子的？他就会告诉你，谣言也是有力量的，谣言至少可以干扰中共，谣言是反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虽然造谣了，但是我们造的是反共的谣，于是乎不羞耻。他们在用这套非常牵强的逻辑来掩盖自己造谣的事实。而历史上有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是被谣言所推翻的呢？你们去查一下，据我查了3天3夜，好像一个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和政权是毁于谣言的。这也就是齐泽克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笑话。笑点是什么？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在说谎，但你却那么真诚地投入着。投入什么？需要投入资金吗？不需要多少。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吗？需要一点，但不是很累。这个事业到底需要投入的核心资源是什么？是一张足够厚的脸皮。大家不用端着拿捏着，大家不用矜持。每一个海外的 YouTuber 最终走的赛道一定是造谣。大咖可以靠造谣赚大钱，我中咖那我赚点小钱，我吃点汤汤渣渣也是可以的。小咖没关系，我不赚钱，我免费给大家造谣，我只要把流量和粉丝先赚来，以后如何变现再说。只要有一个畸形市场的诞生，就会有1万个甚至是1亿个人进入到畸形市场来，把这个市场变得更加扭曲。那么这个市场原本是人家轮媒体建设出来的，那么是谁涌到这个市场里面开始动了轮媒体的蛋糕呢？这个群体就叫做中国公知。公知全称叫做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儿主要流通的时代是2010年的中国微博。公知都具备哪些特征呢？首先，公知一般都是中年人。公知通常手里面握着2样法宝，一个是被中国网信办炸掉的账号，一个是走过前半生丰富的故事。被中共封杀，它首先就具备了一定的道德合法性，在海外市场吃过见过，读了不少闲书的前半生，就给自己孕育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表达能力。于是乎，很多中国不能生存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纷纷的出走海外。其实在出走海外之前，他们就做好了一个心理准备，到了海外他们绝对不会是一个养老的哑巴，他们一定要再次发声。甚至很多人能够举家搬迁海外，最初的原动力就是发声。基本上每一个中国中生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出国之前就已经谋划好了，揭露真相，勇敢发声，是一种气节和状态，但是也是他们很多人心底对自己生计的最后担保。反贼的身份一旦写进账本，真理就不得不去接受现金流的考验。于是乎，他们大多数人萃取了前2代反贼的经验，形成了一种更新、更综合、更娱乐的解读方式。素材大多是一些东拼西凑的新闻，断章取义。故事的蓝本就是朋友说的，朋友的朋友说的。
真真假假不重要，就像一个说书人一样，把观众服务好了，我的流量也就到手了。这是我在海外谋生的一个本事。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公共知识分子在海外做频道的目的和诉求，还远远不如法轮功和民运人士最初那么的纯粹。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当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出走海外，开始投身到这个事业的时候，这个市场环境确实变得五彩缤纷。这里面不完全都是摇滚，也有很多一些高品质的博主孕育而生，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流量比较高的王菊和二大爷。尽管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二位，觉得他们老中味十足，觉得他们是大外宣，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二位老先生还真的不以造谣为前提。不管他的观点是新颖还是陈旧，但大体上他们所有说的话都是依据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大多数博主并不具备这二位的专业能力，那他们怎么生存呢？他们生存的法则其实就是研究大数据。他们先搞清楚哪个赛道比较受欢迎，说什么样的内容是针对哪个地区的群众来广泛视听的，然后他的素材来源就是从民运和法轮功的媒体里面萃取一点皮毛，把它包装的也没有那么耸动，但是听起来又是津津有味儿。然后特色风味是什么呢？特色风味就是立场出卖，就是我根本不兜售事实，我只兜售我的立场。我的立场就是逢中必反。你说中国有高铁，我说中国有穷人；你说中国有富人，我说中国有贪污；你说中国有芯片，我说中国有抄袭。你拿着各种事实告诉我中国早已经今非昔比，如今的中国已经提升了，他就问你，中国有人权吗？中国有选票吗？好了，这个问题抛出来以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就陷入了一种自证环节。当你在自证环节唇枪舌剑也好，疯狂的唾骂也好，疯狂的辩论也好，是否流量就起来了？然后所有的创作者的目的也就完成了。不怕被骂，就怕你不骂。在过去的传统媒体世界里面，立场往往是新闻报道的一种佐料，但是在自媒体时代，佐料已经变成了兜售的主食。也就是说，我们不寻求真相，我们只寻求立场。那么万事立场先行，逢中必反也就应运而生。有许多刚刚翻墙的大陆网友，其实看了一段时间海外的所有的流媒体平台之后，都会有一个共通的疑问：为什么逢中必反成了所有海外发声者的唯一选项？我认为这里面有3个心理层次。第一个心理层次就是自己身份的正义性。如果中国还有优点，那么我坐在海外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我承认中国也有优点，那么中国我又回得去吗？这是一种标准的认知失调。有了这种认知失调之后，我们只能延续动机推理。什么叫做动机推理呢？就是我不讨论事情，我只讨论一个人的政治动机。你研究汽车，我研究你；你研究房产，我研究你；你研究民生生活物资，我研究你。大家从一个有一点文革色彩的当代中国逃出来以后，建立了一个非常原教旨主义的文革家园。在中国，这种游戏叫做抓汉奸、抓特务；在海外，它叫做抓出中共同路人，抓出中共大外宣。那么，所有做频道的博主们，他们知不知道中共大外宣和特务的标准高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当然知道。但为了保持自己群众基础的稳固性，他必须要把这种捉奸运动当成一种节目常态。这也就是大家的第2个心理层次，叫做现金流的路径依赖。就是立场一旦锁定，供需关系自然产生。在没有更大的生存改革之前，供需关系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因为没有更新颖的模式。第3点就是所有的海外平台，他们的大数据算法叫做情绪打赏，它能够给你推荐的，能够给你推流的次数，完全依赖于你过往的用户粘性。那么什么东西最容易增加用户和博主之间的粘性呢？当然是谣言，必然是谣言，未来也永远都会是谣言。说到谣言与爆料，我们就永远绕不开一个关键的历史人物，也就是爆料革命的鼻祖、开启人郭文贵先生。我曾经说过，历史不是由逻辑和证据来推导完成的，历史的推进是由黑天鹅的事件而促成的。那么郭文贵先生的诞生，其实就是2017年华语社会的一次黑天鹅事件。
那一年，郭文贵第一次亮相在海外的媒体。他当时说他的口号和诉求非常简单：保命、保钱、报仇。这简简单单的6个字，把当时海外舆论社会基本上撕开了一道大口子，从此甚嚣尘上。他的出现让爆料这件事情第一次有了一个系统化的商业模式，许多人开始模仿他，用语言去制造核爆，用直播来点燃流量。而之所以后面的所有徒子徒孙都没有办法超越郭文贵的原因，是因为郭文贵的爆料是真假参半的。我们不能否认，郭文贵刚刚诞生的时候，刚刚为人所知的时候，他的爆料是极具冲击力的，甚至他直接影响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王岐山的仕途。紧接着，随着孙立军、傅政华等人的相继被捕，郭文贵所有一系列的爆料也给全世界的华人造成了一种既定印象，就是郭老七的爆料一定是私有证据的，绝不是空穴来风。尽管到了中后期的时候，郭文贵的爆料随着次数的频繁、密度的增加，已经可信度不高了，但是每每受到质疑的时候，郭文贵先生还是可以把这几个经典案例抛出来，来遏制舆论的走向，就跟算命一个原理。只要你有一次真的灵验了，其实后面那999个顾客到底准不准不重要，因为永远都会有侥幸的人，只在乎你准的那一次来投石问路。很遗憾的是，郭文贵的神话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久，在2021年到2023年的这2年时间里面，郭文贵先生深陷纠纷，因涉及多起金融众筹、虚拟货币发售等等金融案件，在美国受审被捕。2023年，郭文贵的爆料帝国彻底信誉崩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做一期郭文贵先生的专题节目，但是每当我提笔要写稿的时候，最终又放下了。我觉得郭文贵这个人特别的复杂，就是你说他是一个反面人物吗？那他也算是一代枭雄，江洋大盗。如果你说他算是一个正面人物吗？勉勉强强算是亦正亦邪吧，但是也不能遮盖他的劣迹斑斑。那么一个并非正义化身的魔头郭文贵，为什么能够在华人世界曾经掀起过那么大的波澜？他的影响力到今天依然余波未平呢？在这儿我就要提出我的第一个理论，叫做弥赛亚情节与自我神话。就是郭文贵先生之所以能够在海外掀起那样的狂澜，不是因为他知道多少中共的内幕，而是有许多不喜欢中共的人渴望郭文贵先生能用他的爆料革命替自己报仇。我就是曾经的一份子。而郭文贵先生也完美地利用了大众的这一重心理，他既是一个党国的受益者，他又是一个党国的掘墓者。他把叛逃者这个身份转化成了一种复仇正义的舞台剧叙事。但当那原本就不多的真相逐渐被榨干时，爆料革命的产品还要继续的兜售，那么郭先生就不得不采用一些商业的套路来炮制他的真相。比如说先预热，告诉你们我将在下个月的18号爆一个什么惊天大料，而这个料是可以让中共倒台的，可以让中共的领导人崩溃的，吊足胃口。这是一种引流的方式。当时间真的走到了预告那一天的时候，我们爆一个半真半假、模棱两可的小料。如果你觉得这个爆料也不够胃口，没有关系，会有更多2流、3流的小博主把郭文贵的半真半假的料捡起来，重新做成无数种产品，帮你去提炼，帮你去发挥。而这一切，七哥看在眼里，笑而不语。久而久之，当真相不再是目标，真相只是爆料革命的副产品的时候，爆料革命的内部群体必然发生一场大裂变。这场大裂变就叫做忠诚考验。有一些人开始不相信七哥了，有一些人坚定做七哥的拥趸。那么当这种裂变产生的时候，也就是现金流最好的收割机会。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证明我们还相信七哥？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证明我们已经识破七哥？只要有一方加力，另一方就会同样加力。那么就在这个时机，七哥也就是拿出来更多投资，拿出来更多虚拟币，拿出来更多收割韭菜方式的绝佳时机。而如今，七哥虽然已经锒铛入狱，可七哥发明的这套经典模式，在所有的自媒体平台上依旧受用。所以我不止一次的称郭文贵为一代枭雄、江洋大盗。
因为七哥不止爆料给你刺激点新鲜感而已，七哥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商业模板，而这个商业模板它居然可以无限复制，而这套模板也因为使用的人实在是过多，已经呈现出了巨大的舆论疲态。当所有人都万箭齐飞，用着同样的标题，用着同样的怒吼，说着同样的台词，就会呈现出来骗子太多，傻子已经不够用的局面。我们都仔细的冷静想一想，有多少博主的账号是你曾经每天必追的，甚至你还要分享给朋友们看，而你如今早已经都找不着那个账号在哪儿了。你退追很久了，你退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得罪了你什么，伤害了你什么，而是因为你已经熟悉了他的套路。你打开一个视频，只要看前10秒，你就知道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引发你的愤怒，其实你不会真正的退追的，哪怕你把那个上面的按键点了一下，但是你还会偷偷的搜索。真正能够让你从心里彻底退追的，只有一个原因：无聊。当我们感到无聊的时候，也许就是你自我会打破这个信息茧房的第一天。当你厌倦了中共倒台、习近平必死这种口号式的宣传之后，你也许会像我一样，发现抖音、B 站很多博主虽然不能涉及敏感政治，但是在他们深耕那个赛道里面，品质居然这么高。大家发现没有？只要你看1-2年 YouTube， 你再回头看 B 站，你会有一个非常惊讶的察觉：一边是亘古不变的陈词滥调，一边是一日千里的技术进步。我有的时候看 B 站很多年轻博主做的视频，我真的是自叹不如。就是他们守着那一方土地，有无数的资源，除了政治以外都可以为自己所用。他们不断的在整合，不断的在裂变，不断在追求着国际自媒体的最高品质，甚至有一些人做的专题和主题真的不输给那些英文媒体的大博主。而反观海外中文时政圈，永远都是那么一个镜头、一个麦克风和那套你都能背下来的说辞。所以你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们对于海外所谓反共圈的这套逻辑体系免疫的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人看了10年8年，到了90后看了3年2年，到了00后2期节目马上识破你的话术。年轻人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世界的未来，代表一种新的思想的产生，代表无限的可能性。而当他们发现 B 站有很多的博主不断求新求变的时候，再去对比那个所谓自由世界的反共媒体圈，每一帧画面都在向他们输出一个概念：世界在变，我却一成不变。你的一成不变被你标榜成一种思想价值的坚持，但是在年轻人眼中，其实就是你没有能力改变。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在往期节目里面曾经盛赞过不止一次00后，我说00后是我出生以来见过这几代人里面最优秀、最聪明、最进步的一代人。他们虽然还很年轻，但是他们却拥有了一个我非常羡慕的东西，就是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甄别能力。虽然他们因为少不更事，可能会短时间内被某些人带偏了方向，但是他们的纠错能力太强了，因为他们骨子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智商尊严，就是当他发现你把他当成傻子一样对待的时候，他马上反噬你。所以很多人说啊，海外的舆论媒体比如 X 怎么越来越多的粉红呢？本来我们这是一个民主圣地，怎么这么多粉红现在杀入到这个市场里来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是可以接受你骂中国的，但是他不能接受你编造谣言欺骗他，因为你可以侮辱他的祖国，但是你不能侮辱他的智商。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要求智商尊严的时候，那些靠侮辱观众智力为生的频道肯定会逐渐消失。今天讲了这么多，可以说帮大家做了一个整个反共世界的编年史，横跨了30多年。30多年，意识形态从爆发到理想，从理想现在转换成一种情绪的陪伴。每一代爆料者都在说自己诉说的东西就是真相，可到头来所有观众发现，我们却离真相越来越远。因为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靠立场运转的，而是靠技术。
靠资金，靠优胜劣汰。最后，我想告诉那些一直坚持听到此刻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心中有一些不舒服，要质疑我的立场，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以结果为凭证的世界。如果你告诉我，我不能接受任何真相与结果，因为真相与结果实在太过残酷，那么我想告诉你，这个残酷的结果对于你来说其实非常公平。